1945年7月28号，当时的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屈服于军部首脑的强烈要求，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明，开罗宣言不过是旧调重弹，政府认为它没有任何的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美国可不想这样惯着它，随即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作战。苏联不想看着日本全部落入到美军之手，也开始行动。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苏联的远东作战。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早在1945年春天，苏军就根据雅尔塔协定开始向远东集结兵力，准备对日本动手。两国也是恩怨已久。1904年的日俄战争，当时的俄国惨败，日本开始走向强国之路。在苏联成立后，一直在远东地区布置重兵，就怕日本会对自己动手。在二战开始前的苏联，在英美看来是很弱的，因为他就没打过胜仗。俄国一战失败，苏联打波兰失败，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英美依然认为苏联抵抗不了太长时间，但斯大林给他们看到了苏联的韧性。日本方面则是从未放弃吞并苏联远东地区。在1932年3月16号，当时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里维诺夫在日内瓦向日本大使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但被拒绝了。在10年后，日本和苏联签订友好声明，表示相互尊重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双方领土完整与相互不可侵犯性。在此之前，日本关东军在张古峰和诺门坎受到苏联红军的严重打击，日本方面对此也是耿耿于怀，才签订了和平声明。在德军进攻苏联之后，日本蠢蠢欲动，之后便有了关特演计划，准备进攻苏联。可惜的是，日本没有抓住机会，西线德军的进攻停滞不前，再到后来欧洲战场战事结束，日本都没有大规模进攻苏联。二战开始后的日本已经是外强中干，中国迟迟打不下来。凯申曾经想和日本议和，结果日本的条件太过苛刻，态度十分的嚣张，凯申便放弃了。1945年拒绝开罗宣言的日本只能等死了。苏联的远东作战从1945年8月9号0点开始，到日本签订投降书，共经历了24天。由华西列夫斯基为总司令，西金上将为军事委员，下辖3个方面军兵力，共有150多万人。其中的后贝加尔方面军负责围歼关东军第3方面军，切断关东军与华北的联系。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约58万人，任务是在太平洋舰队的配合下分割围歼关东军第1方面军，在牡丹江和敦化切断关东军和朝鲜日本方面的联系。苏联远东第2集团军约有33万人，其任务是歼灭日军第4军。苏联的太平洋舰队以及潜艇和航空兵切断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联系。空军集团根据当时的敌情和作战任务，在具体部署任务。当时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共有22个师团。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关东军有31个师团，号称100万。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日军在各个海岛上节节溃败，兵力严重不足，便开始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兵力减少的关东军也不敢太嚣张，转攻为守。1945年1月，日本大本营抽调了13个师团增援太平洋战场，还带走了部分装备。同年4月，美军攻占冲绳，并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行动。日本开始加强对日本本土防守的准备，又从关东军抽调了7个师团，还带走了关东军1/3的物资。到纳粹投降后，关东军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东北局势，在东北召回了25万日本退役军人，混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连队，达到70万人。再加上各种伪军，也差不多100万军队了。只不过人员的增加、武器装备、战斗素养和后勤补给都已经跟不上了。苏联红军在8月9号夜间出动，9号0点跨过国境线发起进攻。航空兵分为2个批次袭击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伺机而动，在西面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各先遣支队在夜间跨过国境线，向大兴安岭一线前进。由于没有受到抵抗，在10号下午，主力便抵达了大兴安岭。由于计划顺利，司令部命令该军在完成任务之后，再占领台日黑达坝。12号，坦克集团军全部越过大兴安岭。东线的军队在9号1时趁着夜色和大雨偷渡乌苏里江，袭击了在边境的日军。在主力进攻时，除了个别方向外，都没有进行炮火掩护。
在左翼的第25集团军和右翼的35集团军久攻不克时，才调来重炮和轰炸机。第5集团军先遣支队消灭日军火力点后，在战役第2天攻占了绥芬河，14号攻入牡丹江市区，和日军展开巷战。为了避免陷入僵局，该方面军司令员下令主力从牡丹江南面迂回，直插吉林。在北线的远东第2方面军在14号占领宝清，15集团军在黑龙江区舰队的配合下，强渡黑龙江，在14号攻占富锦。这一阶段经过6天的交战，关东军方面就只剩下了牡丹江、海拉尔、孙吴、虎头等地坚守，已经没有了海上的退路，在空中更是不可能。日本本土都在危难之间了，谁还有空管他们的死活？8月15号，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但是关东军并未停止抵抗，苏军就继续进攻。既然拼死抵抗，就打到你死为止。后贝加尔方面军在16、17两天向通辽、赤峰、张北等地继续进攻。由于道路泥泞，大批的坦克部队只能沿着铁路、路基运动，行动十分缓慢。17号，远东第1方面军攻占牡丹江市，俘虏日军4万多人。同时的第25集团军拿下了占图门，第35集团军攻下伯利，准备向北朝鲜进军。17号，日军开始陆续投降。司令员华西列夫斯基看各个部队距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便下令各方面军派出一支小分队快速机动去接受日军投降。18号，苏军的小分队在13个重要城市实施空降，控制机场和市区内的重要目标，接受日军的投降。东西对进的苏军快速分队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会合，在虎头和东宁驻守的日军到26号才投降。除此之外，苏军第16集团军在太平洋舰队的协同下攻上了库页岛。远东第2集团军一部和第16集团军一部在太平洋舰队协同下实施了千岛群岛登陆战役。为了更快地肃清在库页岛的日军部队，苏联空降部队24号在洛河、丰原等地着陆，和16集团军主力会合。经过激战，在岛上的日军步兵第88师剩下的 1.8 万名官兵缴械投降。千岛群岛登陆战从18号凌晨开始，苏联步兵第10师和苏联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在榴弹炮团的掩护下，在战守岛登陆。登陆行动在浓雾中进行，等到日军发现时，已经打到了面前。到23号傍晚，苏军肃清了岛上全部日军。远东战役，苏军共歼灭关东军、伪满军、伪蒙军全部，其中 8.3 万人被击毙， 60.9 万人被俘虏。这里边的人都被苏联拉到西伯利亚挖土豆了。俘虏陆海军降级军官148名，在战斗中，苏军共阵亡 3.2 万人，缴获1565门火炮、2139门迫击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苏联发动远东战役，在各个方面都是占尽了有利条件，军队士气高昂，兵力雄厚，而日军则是士气低落，丧失斗志。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